在大师的帮助下，我弟开了天眼。自那以后，我的痴傻弟弟就像变了一个人，说话老成，还能预知未来。可好景不长，不久后，弟弟身患邪疾，口吐秽物。在懂奇门艺术的姑奶逼问之下，我爸终于战战巍巍跪地，仰面痛哭起来：“是那个死丫头回来报仇了，一定是！她到死都见不得老子好过。”我弟是在全家的期盼中出生的，为了生出这个弟弟延续香火，我爸妈用不多的存款跑遍了国内的大医院，在被拒后又托人找了各种各样的偏方，一一尝试。在我妈被折磨了1年后，终于怀了我弟。可我弟出生后没多久，我爸妈就发现了异常。我弟不会找奶，不会爬行，甚至就连哭和笑也很难表达，活脱脱的一个痴儿模样。如今我弟已经10岁了，是别的小朋友该读书的年纪，可我弟就连写自己的名字都不会。我读过一段时间的书，为了讨好爸爸妈妈拼命学习，拿着满分的试卷走到爸妈跟前：“妈妈，你看。”我妈斜睨一眼，长叹一口气：“女孩考得好有什么用？终归是要嫁人的，是别人家的老婆，我们家那光宗耀祖还得看你弟。”说着又转头忧虑地看向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傻笑的弟弟。那天晚上爸爸回来，脸上是难得的笑容，他凑着我妈的耳朵耳语了一番，然后冲我抬手指挥道：“楠楠，去给我打点酒来，今晚呢，我和你妈好好庆祝一下。”庆祝？我不明所以，但也还是照做了。不久以后，我妈又怀孕了。素来重男轻女的爸爸托了镇上相熟的医生，知道是我妈怀的是妹妹以后，破天荒地大笑起来：“是个丫头，是个丫头，丫头好啊！”自那以后，我爸对我妈肚里的妹妹精心养护起来，生怕有一点差池。我心里有疑惑，所以也曾悄悄咪咪躲在爸妈房外听他们的对话。透过细细的门缝，我看见屋内的爸爸一把扶起妈妈的肩头：“咱儿子有救了。”我妈满脸疑惑：“咋救？”我爹咧开嘴，满脸坏笑：“用女娃给我儿子开天眼。”我妈还没出月子，家里来了一个穿长衫戴墨镜的男人，他戴着大大帽檐的黑色帽子，那帽子几乎遮住了他的半张脸，看起来诡异又阴沉。我妹就像有什么感应一样，一见他就哭了，哇哇大哭，把脸都哭红了。我爹怒骂：“这该死的臭丫头，哭，给咱们家运势都哭跑了，真是个丧门星。”说着又跟变脸似的，满脸谄媚地走到那个墨镜男面前：“大师，现在我媳妇已经把小丫头生出来了，请问要怎么做我儿子才能打开天眼呀？”大师用手掐比了一番，脸上露出了一副坦然的神色：“你家运气好，大吉之日就在后天，到时候我只需要微微做法，一切便水到渠成。”啊！我爸听到这里，眼里露出兴奋的神色，拍着胸脯保证：“只要大师说的，我们一家人绝对一一配合。”大师捻起一溜胡子，脸上露出了笑意：“女婴在3岁之前灵气旺盛，可以得到神明的感应，所以天眼天生就是打开的。你儿子不是什么痴傻，只是灵气封闭而已，只需要一味大补的药引子，就可以把你儿子封闭的灵气之门打开。到那时候，你儿子不仅智力超越常人，甚至可以打开天眼，可以预知未来之事，有通达神明的本领。”说着，大师顿了顿才开口：“至于那药引子，就是你不满3岁的女儿的喉头血，而且婴儿浑身是宝，滋补无比，且还是至亲，那更是效果翻倍了。若你儿子能分别吃下女童的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以及一双眼珠，那么一定可以六感大开，与神明无异。”望着大师一脸陶醉的神色，我胃里一阵恶心，就像有什么东西要喷涌出来一般。我虽然不懂大师口中的玄异之事，但大师此刻一言一语我却听得格外清晰。大师这是要我弟弟吃人，而且吃的是我妈怀胎10月的亲妹妹。我看着大师的模样，仿佛看着来自地狱的恶鬼，越看越狰狞。再把视线挪到我爸身上，我更是浑身恶寒无比。此刻我爸就像中了邪一样，满脸高兴地点着头：“好说好说，一个女儿而已，为了我儿子，我舍得起。”我妈还有些犹豫，支支吾吾的半天不说一句话。见我妈脸色难看，大师心领神会，缓缓摘下头上的帽子，把额头彻底地袒露在我们面前。只见那爬满皱纹的额头上多了一抹违和，在脑门的正中间，一只凸起的眼睛赫然竖在那里，它仿佛硬生生挤开那些堆叠的皮肉，从皮肤的里层破土而出。它和正常人的眼睛大小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，只是没有眉毛，更没有睫毛，只有2片赤红的肉片包裹的眼珠。那眼珠也有些奇怪，甚至会有些诡异，它上下着在眼眶里异动，就如同拥有自己的生命一般。我仔细地盯着那奇怪的场景，一时间出了神。等我再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大师的3只眼睛已经齐刷刷地盯在了我的脸上，他们居高临下地望着我，就像随时要把我包皮生吞了的诡异生物一样，恶狠狠的。我从未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，被吓得满脸煞白，一屁股就跌坐在地，嘴唇也止不住地发抖。我妈也吓到了，嘴里喃喃：“这人又不是2郎神，怎地会有这第3只眼？”倒是我爸没有什么惊讶的，给我狠狠来了一脚：“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臭丫头，不要大惊小怪的。”大师深呼吸一口，把视线转移回到前方，他把右手食指和中指交叠竖起，放在面颊的正前方，嘴里喝道：“我的这第3只眼，乃杨戬在世，神威无比，可知过去，可料未来，斩妖除魔，造福黎民。”
说着，大师两眼一闭，只留着额头那只眼睛在眼眶内四处滴溜，甚至还微微冒出金光。半晌，大师再次睁眼，居然说出了许多只有我妈知道的事。这下我妈信了，顿时眼里泛光，就连我家一向珍藏的老茶都被我妈捣鼓出来了。来，大师，请。大师嘴上冷笑了一声，这些都是皮毛功夫，真到我这样的修为，隔空一物、隔空打人这类的气功都是极简单的。要是我和你家儿子有缘，以后再教他几招也无妨。我看着他们三人其乐融融的模样，就像看着三只黄皮的狐狸在过家家酒。我忽然感到很害怕，瑟缩在墙角。一旁传来我那痴傻弟弟有样学样的声音，他一边拍着手，一边用他那憨稚的模样违和地模仿起大人们狡猾的笑。大师，大师，好，好呀。3天后就是进行开天眼仪式的良辰吉日。我爸妈嫌弃忌讳，只是远远地躲着看，却把我从屋里推到院外，叫我不管大师提出什么都照做就行。可我也不敢凑得太近，只能离得稍微远一些。好在大师也没有喊我，只是自顾自地做着自己手头的工作。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据说是1000年的梧桐树，2个成年人都无法环抱住。大师就在那棵树下，一把从竹篮里拎起妹妹的头。感到不适的妹妹瞬间哇哇大哭起来。妹妹不是个爱哭的，我想她也是害怕吧。可她那么小，那么软，在一个成年人手中，脆弱的就跟一只蚂蚁似的，一点反手的力量都没有，只能用几乎嚎叫般的哭声，希望博得冷血的父母的同情。我死死捂着耳朵，捂着眼睛，不敢抬头多看一眼，生怕听见妹妹无力的哭声钻进耳朵，哪怕一点。我抖得就像是筛子，那种负罪感深深地侵蚀着我的大脑，叫我什么也无法思考。忽然，妹妹的哭声戛然而止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我颤颤巍巍抬起头，却正正好好撞见大师拎着半截残躯，把所谓的猴头血放入碗中。血还是热的，正悠悠往外冒着热气。我嘴里呀了一声，整个人被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，直到被绊倒，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。在疼痛感和极度的恐惧感的双双加持下，我感到后脑一阵眩晕，眼皮子也越发的沉。不知在冰冷的地上半昏半醒地躺了多久，我闻见空气中开始散发出一股怪异的肉香味。忽然想起之前大师曾说过要给弟弟吃掉妹妹的5脏6腑，我恶心感更加强烈了，勉强直起身体，也不管我爸会不会揍我了，打算快速地逃离这个是非之地，却被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一把拽住手臂。是大师。此刻他正死死地盯着我，眼里还露出诡异的微笑。端去给你弟弟，叫你爹妈快点在寅时3刻给你弟弟吞下，快去。我脑子里一团乱麻，颤抖着手接过大师递来的白碗，知道了。啊！还没等我应和的话说完，我斜眼瞥见碗里的东西，惊叫一声，把手缩了回去。在一碗有些浑浊发黄的水里，一沉一浮地漂着2个眼睛珠，此刻眼珠看起来很是新鲜，上面还裹挟着一些血红色的丝状物，在黄水里任意地漂浮着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此起彼伏的心跳声诉说着我的战栗。我心里诧异，又害怕又恶心。这是妹妹的眼珠，为什么还要吃这个？见我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，大师脸上有些鄙夷的神色，咧着嘴露出一排黄牙。既然要开天眼，那当然得以行补行了。人的眼珠那可是上品中的上品。我说你也别别扭了，快把眼珠拿过去吧，别一会儿误了大事。我心里怕得要死，但比起妹妹的眼珠，我更怕爸爸的铁拳。我把白碗接了过去，一路上都不敢低头看一眼，生怕和碗里的妹妹对视。我颤抖着双腿朝屋里走去，而后想起了大师轻蔑的冷哼，女娃就是不中用的。那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好，耳朵里一直响着怪异的婴儿哭声，那哭声就像窗外的猫叫春，凄厉又悲惨。是妹妹在怪我没有救她，你别怪我，姐姐也没办法呀。我把整个人在被窝里捂得严严实实，就算浑身冒汗也不敢探出脑袋。早上我被一束刺眼的阳光从梦中惊醒，睁眼一看，却发现已经日上3竿了。很奇怪，我家的鸡呢？今早怎么没有打鸣？我穿好衣服走到堂屋里，却闻见一股极为诱人的肉香。远远看去，一个背影正坐在我家的饭桌上，他整个身子埋在桌上，整个人身体起起伏伏，似乎正在大快朵颐什么。听见我的脚步声，弟弟回头看向我，在和他对视的一瞬间，我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弟弟脸上已经没有了痴傻的模样，反倒是一脸贪婪的神色。他左手右手各拿着一块鸡肉，还没等拒绝就往嘴里送，2个腮帮子都被塞得鼓鼓囊囊的，不用多做咀嚼，他几乎是直接把肉吞咽，满嘴都是油光。看见我，他咧开嘴，出声喊道：“姐！”我被我弟这副模样吓到了，呆愣在原地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倒是一直在厨房忙活的妈妈开口了：“楠，傻站着做什么？快答应啊！”我愣愣的点头，手足无措的答道：“哎，这种感觉有些陌生，我之前从没有被弟弟喊过。弟弟吃傻的厉害，明明已经10岁了，可就连喊我和爸妈都不会。”我盯着弟弟看，越盯越觉得发毛。那是整整一只大公鸡，现在已经被弟弟吃掉一大半了，而且弟弟还不断往嘴里送，就像不会饱一样。弟弟的额头似乎有一个会动的小肉芽，
在弟弟额头的皮肤底下，好像真有一只眼睛在准备破土而出。我妈还在灶房忙活，就跟中邪一样，嘴里嘟囔着能吃是福，能吃是福。我总觉得那似乎不是弟弟，但我也说不清是什么。忽然我想到了什么，对，弟弟给我的感觉很像那个会气功的三眼大师。我吞了一口口水，身上又泛起了鸡皮疙瘩。我战战兢兢地走到厨房门口，想好和我妈谈一下妈妈，可在我妈回头的一瞬间，我把所有挂在嘴边的话都吞了回去。楠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发了疯般冲到我自己床铺上，拿出最后的被子把自己团团裹住，才松了一口气，但身体的颤抖却没有减弱丝毫。刚刚的画面还历历在目，它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大脑。我妈居然在生吃鸡肉，就在刚刚，她嘴里还挂着半块带血的鸡肝。我爸和我妈这2天忙活着带我弟去串门炫耀，很快村里就流传起了我弟是三眼神童的说法。我弟最近就像变了一个人，说话老成，还能预知未来，但他似乎刻意的趋吉避凶，竟捡着好话说，把我家那些7大姑8大姨逗得哈哈大笑。现在我不敢单独和我弟待在一起，我总觉得他很恐怖，不像是个孩童，倒像骨子里住着个成年人，直接和之前痴傻的模样形成了一个反差。不过弟弟这种模样没有维持太久，大概是过了几周，我弟弟的身体开始出现了排异反应。在一个半夜，我弟弟开始剧烈的咳嗽起来，然后是大声的呕吐。我弟一张脸憋得通红，对着我妈端来的痰盂就是一阵干呕。最后我弟忽然猛地呕了一声，稀里哗啦从嘴里吐出一堆东西，然后整个人就跟被抽干了一样，浑身无力地瘫倒在床上。我妈在本来以为我弟只是偶感风寒或者吃了什么不干净的脏东西，可在她看清痰盂里我弟的呕吐物的瞬间，惊叫一声就往我爸怀里扑。臭婆娘，怪叫什么？沉不住气的东西！我爸边骂边把眼睛往痰盂里凑，谁知他眼睛一直，直接被吓蔫了，一屁股跌坐在地，一张脸又红又白，额头冷汗直冒。什么鬼东西？只见那痰盂之中，一堆黑红色的粘稠污水包裹着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我原以为那里面有一双眼睛，仔细看才发现，居然是一只翅膀上有着类似眼睛图案的灰褐色大飞蛾。它被弟弟从嘴里吐出来，翅膀已经折断了，呕吐出来的粘液上还漂浮着一层反光的赤粉，整只蛾子看起来奄奄一息，只有肥胖的屁股还在扭动，就像在做最后的挣扎一样。除了那只大扑棱蛾子之外，痰盂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，包括在粘稠的呕吐物里抽动的阔鱼，以及卷曲不断抽搐着的蚯蚓。在我爸妈都乱作一团的时候，我弟忽然直愣愣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然后指着东南方位，神色犹如鬼附身一样的恐怖，冷着脸一字一句道：断喜，死。在念完这些之后，我弟又板板地倒回了床上。我爸和我妈脸色铁青，表情难看的要命，冷汗不停地往外冒。断喜，不就是那个天眼大师的名字吗？我妈一双眼睛里氤氲着心疼的泪光，推搡了我爸一下，都怪你。我爸皱着眉头，表情也不好看。你这个婆娘，少他妈怪我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儿子这个样子，我看像中邪了，可不像什么好兆头啊。我爸思索了再三，眼睛沉着，只有请姑妈来帮忙了。我姑奶一进门，脸色就不好看，直言道：你家不是还有个不足3岁的小丫头吗？去哪里了？见我爸我妈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我姑奶也是果断，扭头就要走。你们这些后辈一点不坦率，那我老婆子也是不奉陪了。哎，您别走，救救我儿子！踌躇半晌，我爸也是没了主意，只好如实道出。我姑奶这一听，整个人瞪大了眼睛，畜生啊！你们这是违背老天爷的自然规律，而且还漠视生命，你们这是要遭天谴的呀！就是天打雷劈也不为过。说着，姑奶就要夺门而出，说什么也不愿意再插手。我妈见状，直接上前2步抱住我姑奶的大腿，哭得肝肠寸断。姑妈降下报应，也不该我儿子承受啊！您就看在小孩的份上，救救他吧。说着，我妈还是细数多年前那些往事，大有一副道德绑架的意味。我姑奶一口气叹了叹，还是不忍心，犹豫了很久才允诺会尽可能的帮助我爸妈。但我姑奶有3个要求，要我爸妈答应了她才会帮忙。听完我姑奶的要求，我爸妈脸色有些难看，但最终为了儿子，还是一口允诺下来。我姑奶眼神了多了几分可靠的坚定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走，你们带我去找那个大师。推开大师家的门，屋里一片黑暗。我姑奶随手抹了一把灶台，抬起手指一看，神色凝重，这里根本没人居住的痕迹啊！我看你们是被骗了。什么大师？我看就是一个赤裸裸的神棍。你们那居然会听神棍的鬼话？要他真有什么天眼，还不藏着掖着，交给你儿子抢他饭碗？我爸面上挂不住了，大步流星地朝内室走去，嘴上嘟囔着：难说大师在内室闭关修炼呢。可就在我爸把内室的灯打开的一瞬间，他直接惊叫一声，冲出来就把我往前推。死了！我儿子说对了，是天眼的能力。姑奶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。她大步冲到内室，却见大师正血淋淋地躺在床上。我没敢凑近瞧，只知道大师的额头上多了一大个深深的血窟窿，往伤口外冒的血已经干涸在大师的太阳穴和额头处了。是大师的天眼，
大师的天眼被人挖掉了。大师眼睛大大的睁着，就像死前看见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，死不瞑目。看见这么恐怖的死状，我爸被吓坏了，嘴唇发白，双腿都开始打颤，忙问姑奶怎么办。姑妈，这大师法术高强，不至于这样死于非命啊？难道是邪灵作祟？姑奶白了我爸一眼，那杀小孩的勾当你们可以做，现在见到这场面就吓坏了，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。说着，姑妈低下头，在手指间掐算了一番，这事我看1点多，不太对劲。我爸开始大声地哭诉起来，姑妈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死掉的小鬼在作祟，姑妈，你千万得帮我想一个办法，把死丫头的小鬼除掉啊，不然。说着，我爸看了我一眼。大师做仪式那天，只有楠楠和大师在现场，我和他妈都在屋里。如果这事儿真是那死丫头来报仇了，肯定下一个死的就是楠楠。姑妈，你忍心看楠楠死于非命吗？姑妈气得嘴唇都在发抖，面颊都有些发红。半晌，她算是把那口气憋回去了，忍着怒火问道：“说吧，你要我怎么做？”我爸脸上露出阴狠的神色，咬牙切齿道：“魂飞魄散，有去无回。”听到这，我姑奶瞪着眼睛，似乎完全没有想到我爸可以说出那么可怕的话。姑奶低下头，久久地沉默着，但最终还是无奈地开口了：“楠楠已经长那么大了，裤子短了一大截，你也该给她买条新裤子了。”听到我姑奶松口了，我爸赶忙连声应和起来：“好，好。”听说早年姑奶是拜在南山的一个仙人门下的，他会跟集聚，学得师傅的大成。后来国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一时间内忧外患，姑奶不顾阻拦，义无反顾地加入前线，直到和平年代才回归故里。回家之后，姑奶也没闲着，到处用所学行医救人。可现在，姑奶为了救人，要把我妹妹的魂魄打到灰飞烟灭。我姑奶在我家里卜算了一番，眉头紧紧地蹙起，一整张脸面色铁青，但目光之中又透露着一丝疑惑。楠楠他爹，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有怨气极大的阴灵作祟，这恐怕才是你家媳妇貌若撞邪的原因。现在这怨灵已经化身为煞，就潜藏在你家附近，此煞不除，不是全家死于非命，就是连年倒霉，财运不济。我爸妈彻底慌了神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我们得搬走？姑奶摆摆手，不妥，这煞是没有眼睛的，他们全靠气味判断人，所以你逃去哪里都是没有作用的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既然我老婆子答应了帮你们，就一定会帮人帮到底。我姑奶跟村口的老秀才要来毛笔，用黑狗血加入墨中，开始在我家里的窗口、大门各处都画上经文，然后他又分别从我爸、我妈和我弟弟的食指处取下1滴血，然后又去灶台里取了一碗刚刚煮熟的大米饭，把血和米饭搅拌均匀，最后拿出一个手做的布娃娃，在哇哇哇里面塞入大米和一张黄色红字的符咒。今晚你们闭门不出就好了，等那化煞的阴灵顺着你们血的气味找来，就会被我的符咒困在这个娃娃之中，到时候我会一把火把娃娃烧掉，你们就不用当心了。我爸妈一听，连连点头，就像抓住了救兵。入夜之后，我家里静得离奇，就连平日里会难受的发出咿咿呜呜声的弟弟也没了声音，空气里寂静到只剩下我的心跳声和喘息声。我一个人瑟缩在被子里，整个人抖得就像筛子一样。对不起，别怨姐姐。姐姐也没有办法，我嘴巴里念叨着道歉的话，被汗液浸湿的手则紧紧地掖着被角。我家外面的梧桐树被风刮动树叶，发出了沙沙的声响，但那阵声响消失之后几分钟，我家门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婴儿啼哭声。我嗓子已经哑得掉了，无论如何也不敢从被窝里出来。那啼哭声不久之后又移动到了窗外，哭声更加幽怨哀鸣。我在被窝里哭起来，眼泪忍不住就往外掉出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啼哭声终于消失了，我也半梦半醒地睡去。这一夜，我全家人都相安无事。就这样过了49个小时，按照姑奶说的，等待49个小时之后，阴灵一定会被困在布娃娃之中。我爸几乎是掐着时间，一到点就把娃娃丢到了火盆里。等娃娃烧成飞灰之后，我爹还不忘冲铁盆里狠狠踩了几大脚。他眼冒凶光，露出一副阴狠的嘴脸，勾起嘴角笑道：“老子这就要你灰飞烟灭！怪就怪你是个女娃，还生在了我家。”我姑奶死了，死在她来我家施法后的第3天，死相很凄惨。姑奶眼睛被挖掉了，嘴被用炭烧得粘在了一起，身体还有些扭曲，所有关节都往外凸出来。她被吊着脖子挂在我家外面的梧桐树上，舌头伸得老长。是我妈先发现姑奶的尸体的，她一早出去，被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手里喂猪的糠撒了一地。从那次以后，我妈就有些神志不清了，嘴上只会黏黏糊糊的说些奇怪的话。报应都是报应，是怨鬼索命来了。姑奶她是死在怨鬼手里的，臭婆娘，怨鬼都被老子他妈踩成灰了，还索命。我爸嫌弃我妈晦气，拽着我妈的手就给我妈关到了柴房里。村里的人都说我家是撞邪了，我姑奶就是死在邪祟手里的。村里也有几个人嚷嚷着要报警，可向来迷信风水鬼神的村长出面制止了。我们村里有规定，这种枉死的人必须快速下葬，不然会尸变的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全村都要陪葬，送去局子里，恐怕还要解剖啥的，使他魂魄不得安宁。我们给他葬了就好了，这样他魂魄也能安息了。
在村长的号召下，我们全村立马为姑奶打造了一口镇邪的红木棺材。我就跟在送葬队伍后面，悄悄给姑奶撒着纸钱，眼泪一直止不住的往外掉。姑奶是对我最好的人，就在她死前，我见她的最后一面，她还在和我爹嘱咐一定要送我去读书。楠楠这个丫头不比男娃差，脑子机灵着呢。现在是新时代了，不要玩封建迷信那一套。姑奶，姑奶，我把冥币死死攥在手里，直到它捏皱成一小团，眼泪再也忍不住了，吧嗒吧嗒就往外掉。我从怀里掏出破旧的布娃娃，然后丢到了河里。我亲眼看见一股灰黑色的烟雾从娃娃里冒出来，然后飘飘悠悠地朝我家的方向飞去。3天前姑奶要走的时候把娃娃交给我，和她放在后院那个一模一样。姑奶嘱咐我等到第1夜过去，那婴灵的魂魄被吸入娃娃之后，把娃娃替换，等下次见到姑奶时交给她。她要将我妹妹的魂魄好好超度，希望她下辈子投胎到有一个有爱的家庭里。你爹不是个良善之辈，我也不想多做冤孽。娃，苦了你了。说着，姑奶拍拍我的头，等到下次你爸爸还不给你读书，就来跟姑奶住吧，姑奶供你念书。好。想到这我眼泪又掉出来了。可是姑奶没有下次了。我爸正在喝酒，他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。窗外不知道哪里飞过来一抹黑影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揉揉眼睛，又丢了一颗花生米在嘴里，以为自己看花了眼。或许是有些害怕了，他扯着嗓子就开始叫我楠楠楠楠，死丫头，死到哪里去了？老人都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可我爸偏偏是不知悔改的。不知道哪里刮来一阵大风，哗的一下就把我家的大门吹开了。我爸嘴里又喋喋不休地骂起我，正准备起身去把门关掉，却见门外的地面上忽然探出一个脑袋。那是一个婴儿模样的东西，浑身白得发灰。他双手杵着地面，眼眶里没有眼睛，嘴巴里倒是咯咯地笑着，一步一步朝爸爸走过去。随着他的身体逐渐从墙后露出来，这时我爸才看清他的身体。那已经不能称之为完整的身体了，从胳肢窝开始，整个人4分5裂，碎骨拽着皮肉和残肢，在地上拖拽出一道血痕。我爸放声的怪叫起来，五官全部皱在了一起。他用酒瓶砸过去，却没有丝毫作用。他的双腿已经彻底麻木了，只能依靠屁股的力量一点点往后退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呀！我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，他原本一直在昏睡，今天状态却好了很多，起码恢复到了之前痴傻的模样了。我爸就像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，大声朝自己最爱的儿子呼救起来：儿子，儿子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谁知我弟就站在门口，呆呆的，半晌脸上挂起了一副憨滞的笑容，手也开始大力的鼓起掌。好，好呀，好呀，妹妹，好呀！我爹彻底绝望了，这是我在他眼里第一次看见这个神色。那个小小的婴灵顺着我爸的腿，一路爬到了我爸的胸口处，他用小小的手紧紧抓住爸爸的衣领，脸上还是挂着笑容。爸爸，他费力地呼喊着，即便从未从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一点关于父亲这个身份的温暖。爸爸一整张脸都扭曲了，他张大了嘴巴，惊声尖叫起来：滚啊，怪物，怪物！婴灵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，空空的眼睛里充满了失望，2行血一般的黑色眼泪顺着黑洞洞的空荡眼眶流了出来。他顺着爸爸的长大的嘴，一股脑地朝爸爸嗓子眼里钻。爸爸的嘴巴快要被撑得裂开了，少量的血液顺着口水一起流了出来。他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眼球就像要爆出来了一样，2只手在空中犹如鬼爪一样扭曲地挥舞着。婴灵用空灵的声音逐字说着：爸，爸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从后堂慢慢走出来，将死的爸爸盯着我的，嘴里开始咿呜呜地怪叫起来。我眼神冰冷地盯着他，就像他也曾无数次用这种神色凝视着我。爸爸，既然你看着我出生，那我就看着你死吧。你送我一程人生，我送你一程死亡，都是新的开始，很公平。我姑奶答应帮我弟弟驱邪那天，曾对我爸妈提出过3个要求：一，供出大师，指认那个男人的违法行为；二，去派出所自首，把他们默许大师杀死妹妹的行为告诉警察，接受法律的制裁；三，给我提供更多的机会，给我和弟弟一样的公平。这是我姑奶之所以会死掉的第一个原因，她知道了爸爸的一个秘密。至于另一个原因，那和大师的死有关。姑奶一直认为大师的死有一点不像是邪祟缠身那么简单。她后面又去看了大师的尸体，发现大师真正的致命伤是背后中了一刀。这下她心里明了了，因为真正的鬼是压根不会用刀杀人的。她忽然想起前头天弟弟撞邪的模样，她认为弟弟的话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就像看见了什么。姑奶离开之前悄悄去问了弟弟，原来根本不是什么天眼预测。那天我弟弟贪玩，一路跟在神色匆忙的爸爸后面，亲眼看见爸爸杀死了大师。我姑奶本来想带着弟弟先离开保留证据，谁知我爸就站在他们身后，悄无声息。姑妈，您知道了什么？我爹诡异地笑着，就像来自人间的厉鬼。那时的我就在门口，不知道我爸和姑奶到底说了什么，我只知道他们开始在弟弟的房间里你一言我一句地争吵起来。怎么能做这种事？不仅违法，自家人坑自家人，还没有仁义道德和良知可言，我们家里怎么会生出你这种败类啊？
姑妈就算要去自首，也不是现在呢。您再帮帮我，等我的一双儿女安全了，我立马就去自首。这是姑奶第二个必死的原因，我爸又一个把柄被他攥在了手里。就在姑奶走后的第3天夜里，也是姑奶尸体被发现的前一天，我听见院子里有人喊我楠楠，楠楠，是姑奶。我猛地从床上起身，却正好瞧见不知从哪里窜出一抹高大的黑影，他一把将姑妈勒住，死都不松手。我就站在窗边看着我爸越勒越紧，姑奶也快要不行了。我捂着嘴，害怕极了，想要出去帮忙时，姑奶看见了我，她用尽自己身体最后的力气，朝我摆了摆手，用口型说：“丫头，不要，我是个懦夫，而且我从小就害怕爸爸。”我眼见着爸爸把姑奶勒死，然后挖掉姑奶的眼睛，又把姑奶的尸体弄得扭曲不堪，搞出一副撞邪的模样，最后再把姑奶吊在树上。我就躲在自己的屋里，死死捂着嘴巴，任凭眼泪从手背上滑落下去。姑奶想救我于水火，却先我一步死在了本该属于我的水火之中。警笛声是在天上刚刚露出朝阳的时候响起的，红蓝光闪烁的黑白色警车整整齐齐地停在我家门口，我从没见过这种阵仗。村长最终没有拗过去城里读过书的儿子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警。他们从后山挖出了姑奶和大师的尸体，声称要带回去解剖化验。3天后，警察再次来到了我家，这次他们带走了我痴痴傻傻的爸爸。妹妹的英灵最后还是没有舍得杀死爸爸，是爸爸自己吓傻了。他从小小的胚胎开始，就已经在潜意识里注定了渴望家庭的温暖。父母不一定爱孩子，但孩子永远在爱着父母。我跪坐在院子里那棵大大的梧桐树之下，听着树叶在风吹拂下发出沙沙的声音，我眼泪不停地往外冒，对未来一片迷茫。忽然，我听见身后有人唤我的名字，李小楠。我转过头去，看见一个信差模样的男人，他给我手里塞了一个厚厚的信封。你姑奶一切尽在不言中了，小姑娘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最后，记住，一定要读书。后来我才从警察口中得知，那个所谓的大师根本就是个神棍，他是个人贩子，和我爸是一伙的。我爸前2年在外面学人家赌博，欠了一身的债，和大师合计了一下，打算回家骗我妈生小孩，然后卖出去给别人。我弟弟根本没有吃什么妹妹，他吃的那些都是鸡的心肝和鱼的眼珠，真的妹妹早就被大师偷龙转凤了。那时我太害怕了，以至于什么都没有看清。大师才开始没把妹妹带走，就藏在大梧桐树的树洞里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听见婴儿哭声。大师也根本没有什么天眼和气功，他的天眼是利用城里一种用来特效化妆的素泥粘上去的。至于我爸弯下大师的第3只眼，自然是不想这个事情暴露，所以当时大师才可以精准地说出我妈那些秘密，即便我妈从没有跟我爸说过，但毕竟是同床共枕的人，自然了如指掌。再说弟弟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很聪明，据说那是中医针灸的一种疗法，只要把银针刺入吃色特定的穴位，就可以短暂地打开他的五感，但那种时效短暂，很快就会恢复，不是长久之法。我知道我爸是个无耻的人，可我从没想过他可以那样无耻，居然可以把至亲的人当作筹码。我爸和大师在分赃方面产生了分歧，大师扬言要把我爸的秘密抖出去，到时候玉石俱焚。正是这句话激起了我爸的杀心，所以我妈生出的那个妹妹压根没死。那么那个婴灵又是谁呢？这个疑惑困扰了我很多年，直到后来我老家拆迁，我在我妈衣柜的最里层翻到了一本小册子，上面记载了我妈当年找黑医生做的一次引产，那是一个7个月已经成型的女婴。仔细算起来，怀上那个女婴正是在弟弟出生之前。我忽然能明白这个妹妹的我感受了，她至死都不曾恨过爸爸妈妈，只是作为一个孩子，发自内心的渴望被爱着而已，被从见过的父母爱。我一直不知道姑奶死那天夜里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院子里，直到我作为唯一的亲属去拿走了姑奶的遗物。从姑奶的日记本里，我知道了一切。姑奶之前也结过婚，甚至生下过一个女儿，只是女儿不幸夭折了。姑奶久久地沉溺在悲痛之中，也没有再有过小孩。姑奶的夫家忍无可忍，和姑奶提出了离婚。后来姑奶就一直孑然一身了。姑奶的日记本停留在死前的那个夜晚，那是她出门前写的最后一句话，只是她那时还不知道，这一去就再没回头路了。当年我无法守护自己的女儿，现在假如我再懦弱，楠楠也会和女儿一样有悲惨的下场。我们不应该期待那些恶狼的改变，我们应该自己担负起责任，只要一瞬间的念头，或许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所以那天姑奶之所以走上不归路，是动了把我从阴霾之中拯救出来的念头。我不知道已经泪眼婆娑了多少回。姑奶，你在天上看见了吗？你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。警察联系我说，找到我妹妹的时候已经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了。那天我在家里等着研究生的录取通知，却意外地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坐着警察的车，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缓缓而行。我看着窗外，心里五味杂陈，设想过妹妹的无数种模样，却从未想过会是这幅光景。我远远地看着妹妹，她就坐在大树下，读着她爸爸从城里给她买的漫画书。在阳光映射下，她橙黄色的纱裙冒着柔光。阿妹，下来吃饭，早和你说了，不要爬高上低，待会儿摔倒了怎么办？妹妹应了她妈妈一声，麻溜地爬下树来，灵活的就像一个小猴子。
他走进屋里的时候，还高高兴兴地顺手摸了一把门口一摇一摆走路的小山羊。妈妈的声音又从屋里冒出来了，摸了羊仔要洗手，记得用肥皂洗。好，我不知道眼睛为什么朦胧了，心里又高兴又苦涩。妹妹似乎得到了什么我从未有过的东西，那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，也是稀缺的东西。唉，在回程的路上，警察和我说起妹妹的现状，说来神奇，那群人贩子在运送你妹妹的途中出了车祸，所有孩子都找到了，唯独你妹妹，这也给我们的侦查增加了难度。好在今年有线人提供了线索，这才找到了你妹妹，原来是被这对不孕不育的夫妻收养了。他们家条件一般，父亲是做水泥工的，母亲暂时无业。我已经和孩子父亲交涉过了，这边还是想看看你的意愿。我沉默了良久，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欣慰笑容。我还是不打算打扰他了。妹妹获得了幸福，是我和爸爸妈妈其他孩子从未有过的幸福。